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着急。顾虑，罗律，喂，到哪儿了？电梯1层。快一点。19层，谢谢。今天方老大情绪特别恶劣，哪种恶劣？10年一遇还是100年一遇？不好意思，就是你赶紧上来的那种恶劣。哦，咱能下去一个吗？着急上班呢。要不然请您先下去。我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又不是最后一个，他是最后一个。顾全大局吧，要不然大家谁也上不去。您为什么不顾全大局做下一趟呢？美女，咱不差这1分钟2分钟了，行吧？我们都有急事。当然差1分钟，如果差1分钟的话，客户可能就会取消订单。谁没有急事？我们的确有非常要紧的事儿，所以能不能拜托你乘下一趟？不是这位先生，谁没有要紧的事儿啊？请问？那这是我的名片，请收好。您给我名片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您是律师，所以您想告诉我说您的工作很重要。虽然您最后一个上来的，但是您要先上楼是吧？不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因此丢了工作，你可以找我。我找你干嘛呀？我可以让你老板赔你很大一笔钱。如果你做不到呢？我从来不说自己办不到的事情。谢谢。谢谢。快一点吧，好吗？我们要迟到，谢谢。你要迟到了，谢谢您。谢谢啊。等一下。对不起，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赶时间啊。拜拜。再见。我这餐，对不起啊，来迟了。我刚刚路上发生了一点意外。什么意外？我上电梯的时候被电梯门夹了一下，这餐就掉到了地上，我就只能回去重新给您做了一份，耽误了您的时间，实在抱歉。这不叫意外，这叫过失。由于你的过失，餐掉到了地上，我可以给你差评。这是意外，不是过失，您千万别打差评。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叫过失啊？过失是指因疏忽而发生的过错，被电梯门夹到真的不是因为疏忽。好，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认真的想一想，到底是意外，还是过失？意外是指受外来的非本意的料想不到的事情，被电梯门夹。你赢了啊，是意外。对。订单已取消。我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一个教训。不要和驴争辩，即使争赢了，他也会想办法报复你。我并没有取消订单呀。所以你是想让那个送外卖的小姑娘在发现你没有取消订单的时候，感激涕零地跑回来，而且打心底里觉得你是一个好人，外冷内热。你了解我。不要这样，这是18世纪男人引起女人注意力的方法，现在是21世纪了。有些东西是永恒的，只有变化是永恒的。那也是永恒的。我可以去和你们领导解释。我们是机器审评，你能和机器解释吗？你不会说你们公司除了送餐的是人，其他的都是机器吧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扣你钱了？扣了多少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赔给你。人家没取消订单呢。没取消。谁能影响他？或者他重视谁的意见？他刚愎自用，不重视任何人的意见，也没有什么亲密关系。现在呢，倒是有一个女朋友，对外就是他的秘书兼助理，名字叫做莎莎，一会儿你会见到她。不过莎莎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。这些年来，莎莎一直想打入他的圈子，可是任小年不让，这就是他们俩目前的分歧。
莎莎给他推荐了一名律师，这名律师倒是跟你有点关系，他就是何塞他的姐夫刘英美。仗着自己的岳父是法学泰斗何家一。何塞的姐夫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何塞跟你有关系啊。你们俩整天吵吵闹闹的，跟对老夫老妻似的。好了，挂了。好了，注意安全。你好，你好，刘英美，叫我大刘就好。麦飞，请坐。坐。服务员，请给这位先生来一杯手冲咖啡。哎，这家手冲不错的，谢谢。对不起，点单要到柜台点。哎，这儿不能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点单都是要到柜台点的。你们有没有一点服务意识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不喝了。请给这位先生来一杯手冲咖啡。手冲咖啡，请到柜台点。我投诉你们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你去忙吧。我不喝咖啡。你不喝咖啡，你喝什么呀？我们律所就在楼上。哦，我知道。是有一些话，我觉得在律所里谈不太方便。有什么话你就当面说吧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您先找吴美薇的律师聊一聊，我会跟任总说的。等您信儿。好，谢谢。刘英美，她可比何塞强多了，已经找到吴美薇的律师是谁，而且他们之前就认识，还挺熟的呢。你也别太相信律师了，特别是刘英美这样的，一天到晚上赶着找你，你以为她真的关心我？我在她眼里不过是块肥肉罢了。可是刘英美有一点说的对，法律顾问是法律顾问，像法律顾问这种律师打不了官司的，你随便问问他们还行，打官司还是得找专业的诉讼律师吧。那这样吧，你这么跟刘英美说啊，如果她能帮我把这件事摆平的话，那公司的法律业务就交给她。好。我是任总的朋友，任总的家大业大，这些年啊，总有一些人跟他，北京话怎么讲，叫碰瓷儿。说他们公司抄袭了人家的创意了，侵犯了人家的知识产权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刘律师，叫我大刘就好。我后面约了事儿。我长话短说，任总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他旗下投资了有20多家公司，也是这20几家公司的股东。我们律师这个职业最大的好处就是，无论官司输赢，律师费都照收。那有的时候输了一场官司，赚的比赢的还多。可是我不知道您说什么呢？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只打一场官司，平常他也不会在法律上有什么需求，所以说无论你帮他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，他都不会是你的回头客。但是你像对任总这样的老板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他常年有法务上的需求，他投资的项目可以说是多如牛毛，随便给你一个你就够了。哦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当事人没钱也没名儿，我要是给他做代理的话，我也赚不到什么钱。就算是打赢了这场官司，那也只是一锤子买卖，因为他不会总打官司。那我还不如委婉替他敷衍一下，让他输了这场官司，但是你们会赔偿给我，不会让我白输。我理解对吗？你录音了？对啊。回去转告你的朋友任小年，如果他不想输给我们，还会有更体面的解决办法，承认抄袭，公开道歉，并且下架所有已侵权的作品，向我的当事人赔付500万。你这是讹诈，就是法院判他也不可能判这么多的。法院见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哦，看看坏了没有啊？哎呦，还真是打不开了。我赔你个心。我心脏不太好，动手之前最好想清楚。谢谢，再见。干啥呢？看，我们这张合照多好看呀！
你为什么不能发朋友圈啊？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朋友圈这种地方，等一下。你好，任总，罗宾，我们见过。当然见过。怎么，罗律师，你的航班也延误了？能单独跟您聊2句吗？可以，不收费吧？已经说过了，您是我们的客户，我们是您的法律顾问。好，请坐。去帮我拿点吃的。您想换律师，我们能理解，但是刘英美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项。您可以查一下她过去2年输的官司。是谁告诉你我要换刘英美的？她要收买的那个人，以前在我那儿实习过，他叫麦飞，以前是我的实习生，但是后来被我……那你为什么把这个实习生？因为他不够优秀。任总，临阵换将，兵家大忌，尤其是在您的公司有并购计划的时候。你是怎么知道我有并购计划的？当然是分析出来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速战速决，而您需要最优秀的律师。